第71章辞职。我把产品梳理清楚了，业务思路确定了，团队招聘也在不断的壮大，而且激励措施也到位了，好像一切工作都干得比较到位。这种情况应该是要收获的，但实际情况跟我想象的相差甚远。在工作中我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行业网站的问题，我想的太简单，因为我自己有比较好的网站制作的基础，所以跟客户推荐介绍行业网站困难不大。但是其他的人，像方柔也好，还是老唐也好，他们在这方面专业知识不够，所以他们很难把一个产品说清楚搞明白。行业网站不比卖域名，完全可以通过激情就能销售，这是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才能驾驭的产品，这是我第一个疏忽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把8部的人员扩充到了20多个人，因为现在深圳公司一共只有2个部门，要快速的扩充部门，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人手作为后盾，所以我的想法是多招聘人，多储备业务员，到时候一旦新部门成立，可以迅速的把新部门打造起来。然而新员工太多之后，需要大量的精力去做团队建设，我在搞团队方面的能力本就不太强，因为我先入为主，对洗脑反感，所以造成8部刚开始流失率高。我和马从静谈了之后，马从静教给我很多方法，我迅速贯彻执行，但是耗费我大量的时间，让我没有太多精力去帮方柔、老唐他们搞大单。第三个问题，部门人一旦多了之后，我就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，这会造成有些人我疏于沟通。干业务工作的人，尤其是我们这种业务员的情绪起伏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面临业绩压力，业务经理需要时时刻刻的掌握业务员的思想动态，然后要根据他们的情绪变化对症下药，及时的疏导沟通，鸡血要天天打，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在思想上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而我在这一方面顾此失彼，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了老员工的辞职。这其中让我最意外是刘森找我辞职，我看到辞职信的时候简直惊呆了，因为刘森只是比我和老唐几个人稍微晚一点进公司，他的工作态度一直都很积极，业绩也不错，和我们也能打成一片，怎么在这个时候竟然要辞职呢？我的心情一下就变得很糟糕了，因为在此之前已经走了2个老人，对现在的8部来说，甚至对现在的深圳公司来说，每一个老员工都弥足珍贵。我没有马上批复刘森的辞职，而是一个人去吸烟室冷静，我边抽烟边想这件事，觉得刘森的离职跟我是有关系的，同样是老员工，我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老唐和方柔那边。另外宋小波和张静我花的精力也比较多，因为这4个人我把他们当销工培养，我希望8部能从这4个人中走出几个销工。我对刘森的定位是部门中间，他还需要时间磨砺和成长，把他放在了第2批。我精力有限，所以对他的关注就比较少，他相对肯定是遭遇了一些冷落，但是我发誓我内心还是很重视他的，只是站在他的立场上可能并不这么想。我擦了擦眼镜，把烟头摁灭，然后回到部门跟刘森讲，刘森，中午的时候咱们一起吃饭。我请刘森吃饭，并没有把握留住他。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公司，一旦员工要离职，再挽留很多时候都难达到目的，这可以用2个成语来描述，一个是覆水难收，一个是破镜难圆。员工都决定离职了，你才意识到问题出现在哪里，再想亡羊补牢迟不迟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平常把工作干好，让自己看中的员工思想上面不会出现情绪波动，而不是出了事时候再想办法。我选在豪上豪餐厅请刘森，这里的菜品不便宜，我的记忆中刘森应该没有来过这里。刘森比我小1岁，生得比较瘦，戴着一副黑色边的眼镜，情绪看上去不高。我问喝不喝点酒，他没有说话，我便点了一瓶红酒。这里是西餐厅，肯定没有啤酒的。我一直在酝酿该怎么和刘森聊天，但是一时真的找不到从哪里说起。我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刘森能够留下来，实话讲，现在8部需要他，我也需要他这样的老员工。刘森不是部门最优秀最突出的员工，但是中规中矩，业绩不高不低，但是不会被扫地出门。他的性格很有特点，大部分时候是比较活跃开朗的，喜欢开玩笑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外向，但是有时候他却一句话不说，非常的内敛，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和他碰了一下杯，忽然想到刘森好像上过大学，我便想到了自己的经历，道：刘森，说起来很讽刺，你和我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，这在我们博越公司并不多见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们读了那么多书，结果有什么用呢？完全没有用，还需要被高中生、中专生领导教育，在业绩上也被他们收拾得很惨。嘿嘿，这该死的社会，把我们的尊严踩在脚底板上摩擦啊！我这话一说，刘森脸色变了，头低了下去。我说：干杯！我把一杯酒喝干了，他也把酒喝干了，就这样，我们把一瓶红酒都喝完了。他的酒量一般，满脸通红的。我说：刘森，咱们是同事，但是更是兄弟。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困难，或者说对我有意见，你完全可以直接跟我讲，我保证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伤兄弟们的感情。刘森看着我，突然哭了，
他跟我讲，他大学毕业之后出来闯荡，一次家都没有回过，因为他没有脸回去，他回去没有办法见父老乡亲，没有办法面对家里的亲人。他说他是985大学毕业的，可是现在混成这个鸟样，在深圳这座城市，连勉勉强强的吃顿饭都难，他觉得自己太无用，太无能，他想换个地方，想再找个地方至少能吃口饱饭，